怎么说来着？秋天特别适合骑车，景色真的很美，然后又有一辆大跑车。其实就选一辆你自己喜欢的车。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无极的660。无极的这款跑车应该是近期4大热门仿赛里面最重的一辆，它整备质量来到了可以看到这边也有写215公斤，这是9月份生产的车，试驾车，所以应该不是什么工程样车，就是跟大家买到的是一样的。其实第一次在重庆魔展看到这款车的时候，觉得绿色的那款很帅了非常的帅。然后量产之后这个样子我也能接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大跑车，你包括它旁边的这个覆盖件，整个过去一体性都非常的好尾巴翘得高高的，整个车头这个一体性，有的人觉得不好看，我个人是对这个颜值没有问题的。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主要是我看钱江、看春风看的太多了，所以反而703跟660我更感兴趣一点，就是看得少有新鲜感。我觉得国产几个厂家他们要是能结合一下就好了，特别是这个后视镜钱江如果能装上这样的后视镜，我觉得比现在的好看很多。它这个转向灯也在车的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是有双闪的，它还是对吧，这样流水灯很好看。尾灯呢，尾灯的这个模块我也挺熟悉的，但是我想不起来了一时间然后包括后面的这个尾灯，就无极的整个车身外观的这个完成度很高然后你看到它侧边的这个板这个夹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这边很粗壮。我觉得它这个车它比较重嘛，但是你去摸它的车壳包括它这个定风翼它这个定风翼牢牢的这个跟车连接在一起非常的紧实，就这个做工这一块感觉是可以的。我看到他们有人摔车了，但摔车以后这个定风翼不会断，我不知道这个玩意儿多少钱一个，就还行，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外观的。然后还有你看，包括后面的这个绳子，它也用了红色的这个坐垫的话，上面这个有点像那个麂皮，然后旁边是这种皮的纹路这个位置收的比较窄，很窄，看到吧？还有什么要说的？对，漆水的话，大家应该在这个阳光下能看出来，就是跟703包括675的水平是差不多的，钱江还是要比他们再亮一些。即使是这个红色钱江，你去看实车，非常好看然后它这个座椅中间也有个小洞在这个位置。我们都知道这个车其实跟那个36 RS 一样，都是那个本田的发动机。两家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跟大家说一下。后面这个排气，这个应该是真的碳纤维，但感觉好像是个未完成品，它缺一个 logo。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就基本上市面上大部分的排气这个位置都应该有点东西的。你哪怕放个无极嘛，因为你这边已经有这个无极 Motos 的这么一个字样了，你可以印个无极的 logo 在这边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不会影响到美观吧，我个人觉得。然后后脚踏是这个样子的，跟这个材质差不多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选择无极的话，是不是因为其实它跟368 RS 价格差不多嘛？是不是因为单纯的不喜欢钱江，然后也不想跟大家一样？因为我们知道钱江的368 RS 卖的不会差，路上会有很多，然后你不想跟大家一样。然后如果驾驶感受差不多的话，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无极呢？其实拍完今天660的话，这4款车也都感受过了。我个人，钱江的性价比还是最高的春风是最像仿赛的，最像一个赛车跑车的骑行三角驾驶的灵活度感受。703我们还要再试，因为那个车上次是在一个简单的试驾场地里面，而且没有这个解线。OK， 现在这个车是1110公里，应该是解线了，但它转速后面表底不是16000吗？怎么应该也能拉到14000、15000吧？现在好像有12000左右就断油了，
听一下怠速的这个声音啊。它跟前江的这个怠速声音都没有本田本身顺。有一点要说一下，无极的这个油门的大小是几大厂里面最小的，就它的这个手把的握感有点像改了那个多米诺的手把一样啊，就握起来比较小，好握。关上一道。所以你可以听到后面的那个声音很暴躁，对吧？那个断油的声音也很暴躁，13000转就断油了，它到底表底是多少？我现在不知道，打个疑问啊，朋友们可以留在弹幕里面或者评论区。离合一指的力量很轻，骑起来聊。因为赛利把 RS 那期视频我用的是这个运动档，所以这期我们也用运动档，感受一下。它这边有个 mode 啊，是可以进到这个 normal 模式啊，是这么样一个仪表，好不好看呢？你自己看，反正我不喜欢啊，我觉得就留在这个就好了。很传统的这么一个仪表，就无极一直在用嘛，也包括进到菜单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很多朋友不知道国产车是可以公里和英里啊这个切换的，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胎压也有，但我这个为什么没显示啊？电话本同步，快速换挡、升档提示，6500转 ，ABS 设置，打开和关闭。好，然后你看到它这个主界面上的这款是那款蓝色的，它并不会因为你选择什么车身颜色而改变这个，就是细节上面做的啊不够仔细啊。返回菜单跟这个 TCS 的控制在一起，返回，起步。12，其他几款车基本是13、14，它11、12这样，轻给油。它比前江的前段要柔一些，但我觉得它的后段比前江要猛一些。就这个快排的脚感啊，每一家1进2的时候都不是特别的顺，那每一家的脚感也都不一样。因为快排这个东西的确，需要一点精力去把它调好。它的脚感介于这个跟赛6和675有点接近的，比较相似，但我说不了哪一个比较好，可能。这个还是看你自己的喜好，都差不多，你就记住这个。我们这边1档，我来看一下极速是多少，拉过去。目前这款车1、2档的极速都比赛6要稍微低一些。赛6应该100能到109、110了，然后2档143左右，对吧？这个车的2档极速在130多。大家看到了吧？所以它的目前这个极速啊，要比赛6低一点，但是后段感觉延伸性还高一些。它的速度应该是不会有赛6快的啊。你要追求速度的话，赛6给到你的感觉，不过我个人的感觉也是赛6快一些。就这款车在你双手放把的时候呢，它也有一点重心偏右啊。我们来感受一下，有那么一点点啊，比赛6要好。赛6啪啊就靠过去了，这个有轻微的。这个重心偏右跟它的排气在右边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
知道是不是它 TC 的原因啊，我刚刚像那样给油的时候，中间有一下没有动力，有那么一段的迟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试驾车个例啊，不应该在那个情况下出现那样的一个无动力的感觉，不太对。不过我拿这款车出来拍的时候，无极那边是很大方的说的，我们车你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啊，不用担心。其实我也不担心，不过人家有这个态度是很好的。我一开始在想这个是什么，我一摁我就知道了，这是阀门，声音不一样了。接下来的路都是阀门排气啊，阀门一开。待会我们进隧道，我用阀门打开和关闭切换来感受之间的区别。OK， 一打，关闭阀门。会有点扰民，没办法，不好意思。打开。关闭。打开。OK， 所有的这个1进2都会有这种问题，只要你速度不是特别快的情况下，1进2都不是太行，会进空档。哎呦，我觉得无极这个车如果早2年出来，比如说就赛600老赛6卖的时候它出来，那赛6就有的受了。它偏偏是赛600 RS 跟它来比的话，我说不上来，就是你当年赛6声浪也就跟它差不多，你可能都没有这个好听。而且这个车明显比当年的赛6要轻很多。但赛600 RS 现在比它要感觉更就漆水啊、完整度啊，包括前浆那么多售后啊、性价比啊、价格啊这样一比啊，这个无极这块又不是很占优势了。就这个车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当一个你人生当中第一辆4缸仿赛的。其实今天拍这条视频的时候，我也就是在想这款车跟赛600 RS 到底怎么去选，因为价格太相近了嘛，排量啊各个方面它也达到了100匹。其实从体感来讲的话，我觉得赛600更快一点，0-100加速至少的是这样。但这款车到底有没有解限呢？现在还是个疑问啊。然后整个运行质感来讲，我觉得赛600 RS 没有这款舒服，这个要比赛6还要顺一些。顺一点点不多，顺那么一点然后你说这个车不是200多公斤，难不难骑呢？不会。这个车好不好骑呢？我现在有一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或者说你骑摩托车时间不长，你的经验不够，技术不够的话，我可能会认为，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车不好骑啊。但实际上骑多了以后，你让我再上这款车，我并没有觉得这款车从直观的角度来讲会比其他几款车要差一些。特别是跟赛6来比的话，其实703跟675给到弯道的感觉可能要更好一些。
其实它这个 TC 介入的就莫名其妙的，我感觉这个 TC 介入的就莫名其妙的。之前525也有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要介入 TC 啊？我觉得我牢牢在地上呀，不吵你们。声浪大概听到这么多，然后这个车骑行姿势这一块，因为它是可调的，所以就不多说了啊。舒适啊，战斗与否，因为可调，所以这个包容度就高一点了啊。骑行姿势这一块，但是你把这个车趴下来啊，你趴下来趴在车身上面，你会发现这个车屁股是抬起来的，就你人趴的感觉不是非常的舒服，你的屁股要高一些。啊，这个我不喜欢，有点怪怪的。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大部分的头盔啊，就是你的头盔不会特别的夹你的脸，就你的视线在趴的时候，你很难抬高，很难就是看到前方嘛，所以你要移动你的头盔。那这个车你可能头盔要移得更高一些，就下巴露出来比较多，你才能平视到前面，因为它后面还要微抬一点那个屁股。这个快排和电控啊，应该是这几款车里面就是给到感觉是，最后面的啊，最差的。哎，不好意思无极，但是事实情况就是这样，希望你们能接受。还有它这个快排啊，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卡脚，就用着就踩不了了。啊，不是踩啊，就抬不起来，啊，就会这样。就车身在过弯的时候啊，哎呀，就好很多。我为什么说这个车如果早2年就好了？就是赛600当时刚出的时候，那个车不也是大家知道买一个比较大的体感的外观，然后整个声浪嘛4缸，配置也很高，反正也是布雷博，避震不知道是哪一个。就前2年赛6卖的好的时候，那个是卖的真好呀。啊，无极如果出来，他们俩可以掰掰手腕，就是，这个车应该会比那个赛6卖的还好，阀门排气啊，可调的这么一个骑行三角，然后声浪非常的炸，又是本田的这个原型机，整个车架给到你的那个操控感受又比上一代赛6好骑，但目前的这个新款赛600 RS 跟它比的话，就是赛600 RS 的驾控感受可能会比这个要好一些，动力会调的比它前段要猛，就0-100崩的时候。哎，说白了嘛，你买这个车的，如果你是走街代步的话，这个车任何一款车都没问题。就是如果你对速度有一点要求的话，可能赛6给到你的感觉更猛啊，更猛。走街代步都没问题啊。哎呦，我这样看这款车还是挺好看的，就是觉得它不是24款的车吗？对吧？我觉得像无极现在找到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方向的话，可能25、26以后的车会越来越惊艳，就是摩托车，中国摩托车在25、26年这样以后会越来越好，特别是明年以后，我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迭代，因为他们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往那个方向去走，然后也用心的话，这个车它不会差的。就等的话，你等到25、26年以后买车的话，可能你现在是高中生，你还没有驾照，哎，等你玩车的时候可能是最合适的时候。那现在就要玩车的朋友们，其实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啊，赛600 RS 或者是无极的这款车，你就走街代步，偶尔跑长途的话。都行，这个震动比赛6大，待会回去路上我来说。下半段我来跟大家再聊一下这个车的震动感受啊。我们就用3档来感受一下震动感。正常3档60时速吧，城区代步嘛。5000转这样，还行，还可以，上到80。明显有共振的声音，对吧？但身体感觉还行。这个车一到8000转以后就开始震了，很震。我们6档，
它这个6档我刚刚试了，跑100的话，你是没有震动感的，因为它毕竟4缸100匹啊，它不应该在跑6档80的时候会给你太多的震动感，那不合理啊。2耳朵开油没问题，我们就降，正好要到红绿灯。就是这么一个顺畅的逻辑。怎么样？这个主观视角你们觉得好看吗？我就觉得这个车特别的庞大，从两边看过去的话，然后又加了护杠，显得很宽。这个把坐高调高，比较适合大体重或者是高个子的朋友们去选择。就赛6也很大，赛6没有这个大啊。这个从主观视角看过去对，太大了。但有一点要说，就是我其实之前我觉得像那个老款赛6嘛，不像，那比那个好骑太多了。就是现在才能感受到老赛6的那个蓝骑啊，是真的不好骑，这明显都好骑很多了。整个骑行给到你的感觉就是顺，还算不错啊。只要你的要求不是太高，我觉得如果你特别激进啊，你要拿这个车跑山的话，你就有点，就不是这个车该干的事儿。你就日常像我们这样带步啊，跑一下没问题。因为我刚刚上那个，它 TC 反而不亮，我猛给油，有时候它还亮。这个无极的这个 TC 跟快排都不是特别的棒，就希望他们厂家可以稍微再给它改一改。我相信明年啊，包括后年的产品会更好。TC 有时候跳的莫名其妙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车主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啊。快排有的时候踩不动，不踩不动就抬不动。这么重，其实操控角度来讲不难。吴磊，你们喜欢吴磊吗？正好骑回来给别人看。大鲶鱼，好兄弟们，660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之后还会拍，肯定还会拍，一期是不够的，慢慢感受。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